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这一期的大叔中文让我有一点担心害怕，惴惴不安，对，心惊我们今要聊很敏感的东西吗？对我们大叔已经很久没有很久没聊很敏感感的东西。对，所以大家都觉得你们声音怎么么都这么都低沉下去了？有可以大声地万圣节的说感觉？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聊过，可能大家觉得大叔太明哲保身了，你们就不能聊一些那些话题吗？这不是你们的特色吗？你们三个男人怎么回事？对，一定要聊。我不发表观点，我就听你们俩聊敏感的。就是之前我们再敏感也都是灿叔在聊的，跟什么玩意儿？我跟Ben叔其实是没有。今天我也没打算聊。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敏感话题就是，到底外国人别害怕，你看我都吓到了哦，紧张的说话都不会说了。就是到底外国人怎么说中国人，中国人会生气，哪些敏感的词汇是中国人最讨厌的？对，你一说我们就会受不了，觉得受到冒犯。对，那好，我突然想到一个的，怎么快就是我觉得吃狗肉这个事情会，你会被冒犯到，有时候就是要看人对，比如就是我最近上一个这个大学的课嘛，就是教中文的课，在这个课上就是学生们是 A1 的水平，就 HSK1 的水平，那老师就是在课上做一个练习题，然后练习题目中其中有一道是你吃过狗肉吗？但是我了解老师为什么会出这道题，因为学生学过的词汇很少，学过我家有猫，我家有狗，那这节课是要教就是你什么动词过吗？然后你说我吃过，我没吃过，但是学生又没有学过很多那个词汇那个食物的词汇，所以老师就是重复利用了这个词，说你吃过狗肉吗？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对我来说就是没有那么敏感，或者是刺激到我的神经。但是有一个中国同学他就觉得这个是辱华，但他其实这道题是10个问题中的一个，老师也可能想好玩一点吧，就这样。对，但是那个同学就觉得特别的受伤，他觉得吃狗肉是一个已经反反复复被提及的东西了，但是作为一个老师，你设计题目的时候，你还去把这道题放在里边。这个老师是中国人还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那这样就更加强了那个学生觉得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对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敏感度，所以他就把那个老师给举报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点小题大做，但是可能这个事情我就是说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东西。就是会有时候会玻璃心一点，会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有的中国朋友太过于敏感，可能就是你说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会伤害感情，但是可能就被伤害了。比如某个杂志可能一直用那个小眼睛的模特，然后很多中国人对中国人其实对这点特别敏感，真的。对，吃狗肉吗？不是小眼睛的那个眯眯眼，真的眯眯眼。就之前我记得就是中国有一个挺有名的摄影师，他之前给很多明星都拍过照片的，他后来出了一组照片，好像是给哪个产品宣传还是怎么样。他专门挑的那些模特就是那种眯眯眼的这个状态。其实我们是女生是凤眼了，也不是完全凤眼，就是整体还是比较眯一些，那就不叫单凤眼。对，有点像你这个状态。就是对中国人会觉得中国人普遍的审美，姑娘的话就是大眼睛，
对吧？双眼皮儿大眼睛，你为什么挑个这个好像这种产品展示，还专门挑一个好像是国外人固有印象偏见中的中国人的样子去这样做呢？所以就对那个摄影师进行了疯狂的这个攻击啊，那对那个摄影师沉寂了好一会儿。而且之前也有一个就是清华美院，就清华中国一等的这个学府美院啊，美术学院里头做那个毕业展览还是怎么样，就他们设计的一些这个衣服啊等等，然后给那些模特画的妆容就是那种眯眯眼那种妆容，当时出来之后舆论也是一片哗然，大家觉得你是不是在学校里学的东西都是全部是西方传进来的东西，对我们中国是一种特别固有印象的东西，而且你全部是在这种就是崇洋媚外的这种感觉，这一点其实特别能触发中国人的这个敏感的神经。对，对，眯眯眼，我觉得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啦。我会想到，如果你把中国人的造型弄得比较眯眯眼，我们可能会想到日本人，会不会？我倒没有这种感觉，还好吧啊，因为就是我看过很多日本的姑娘，都很漂亮，不是眼睛都很大呀。就是在我的意思是说，不晓得有没有一些中国人有这种情怀啦就是说，在过去曾经有一些历史的伤痛存在有，所以我们不喜欢把我们的造型或者是样貌太过于的比如说设计成像日本人的造型，甚至服装上我们会特别不喜欢。我觉得可能是审美吧，因为在中国人描述一个人很帅很漂亮的时候会说哎他眼睛大大的对，水灵灵的，但是对，但可能西方那边的审美比较倾向于这个女生眯眯眼吧，所以如果他一直用这样的审美标准去拍作品，可能我觉得未必吧。西方不是你看咱们电影里头看很多的女明星眼睛都很大呀。我是觉得这个为什么中国人很受不了的原因，应该就是当年就是他们进行这种辱华宣传的时候，选的那些比如说像清朝那些官员满大人那种状态，就画的就是那种眯眯眼的状态。而且其实中国确实北方人整体他是因为比较冷一点，确实比如说像蒙古人种的话，他眼睛就是比较眯一点的。但是中国因为很大嘛，很大，其实中国人本身的审美其实是整体是大眼睛的审美。但是可能当年传出去的这个状态，很多人就是看到一部分的中国人觉得中国人好像眼睛的整体比较小一点，他们可能也未必就是说在故意丑化中国人，只是说他们看到这么一些人，他就是这个样，就有这么一个刻板印象，觉得中国人是这个样子。但因为这个眼睛小一点，就本来就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然后呢稍微再进行一点漫画化的处理之后，让中国人觉得更难受了，就觉得你是分明就是丑化我们。而且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隔阂是不断的加深的，而且当时我是觉得在当年可能那个年代也有很多中国劳工出去，就是1930几年20几年那个时候，而且那些人去的时候整体是他们的地位比较低下的时候，而且当时也很多反华的这些法令等等都出台的时候，那些人就是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人整体印象也不怎么好，所以确实是有很多这种侮辱性的这些言语等等描述等等。所以我是觉得那个固有印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是它一直没有消除，甚至之前就是这个，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就关于这个叫什么，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上对，我们怎么知道你心里想的电影？对，就是我之前做过那个电影叫《上汽》嘛，那个男主角刘思慕，对不对？他眼睛不大，对不对？当时中国人就抵制说，为什么找这个眼睛小小的人来演这个华人的那个英雄，对不对？当时真的大陆很多人在抵制。真的吗？对，觉得他长得太丑了，为什么选这么眼睛这么小小的人？这个不能选一个帅一点的。虽然玻璃心这个词不太好，但有时候确实很玻璃心，对，很大部分的人是玻璃心。对，这个我觉得啦，玻璃心，中国大家常常说中国人玻璃心，随便讲个什么心就碎了，掉满地，碎片掉满地。是的，讲什么你们都反应那么激烈，特别是那个键盘侠酸民特别多。对，随便讲一个主题，网络上下面几万个留言都在骂，所以中国人玻璃心，所以真的另外一个词汇就是玻璃心。我觉得这个我想问两位大叔
你们觉得中国人是不是真的玻璃心？你们自己想一想。我倒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因为网络确实，网络这个机制，它会把人这个矛盾给激化起来，激化，对，把你的情绪放大。就是有些人他本来我也没有那么多想法，但是看到很多人都这样去做，我可能会想和他同一个阵营，我就这样做，而且同时可能刚好我情绪也不怎么好，我就加入进去了，让这个整个这个队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不是实名制的，你随便你写什么，你对没有限制，是没有限制，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又没什么后果。而且有时候你要表达你的观点，你可能会故意夸张，或者是让你的话听起来比较强势，比较对这个有攻击性。因为你会期待下面有很多人回复你的留言嘛，那你就会更激化你的言辞，对不对？而且现在很多网络这些名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他故意把自己观点塑造的越极端越好，越极端的话，他底下能吸引那些特别特别忠实的一些粉丝。对，他要是很像我们的大叔一样这么客观理性的话，都没有人在乎我们。哎，什么东西？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对，这个倒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本性啦，就是我们会特别去看一些可以挑动你情绪、煽动你情绪的言辞，是的，你会觉得过瘾嘛？是的，然后你也觉得好像你发泄，比如说你今天过得很不顺利，看了这些言辞，你也会觉得很过瘾，是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激化了这个。好像一个什么样的评论或什么样的新闻底下就会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人去抗议反对或什么，所以慢慢就有这个玻璃心这个词汇出现。真的玻璃心这点我说一下我自己嘛，我也有一点容易玻璃心。玻璃心，对，就是哇，说来话长，就是你们也知道，有时候会做一些政治类型相关的视频。但是有时候这些反馈让我确实也不舒服，就是让我这个也不舒服。心碎了。原因在哪呢？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是你其实只是在介绍一些客观的状况，就是我们生活在中国人的这种感受而已。我也没有在吹捧谁，我也没有在要支持谁，没有说在个宣传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很多人评论就说啊，你在宣传共产党的这些政策啊等等，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方面的想法。你是不是这个 CCP 给你对，钱了？给你什么赞助呀等等，对不对？我就是莫名其妙，而且好多人都老觉得就是自己比中国人还懂中国。你说实话，你又没来过中国。其实我就想回怼一句，你来过中国吗？你知道这么多东西？对，是，对，其实呢，我觉得这种东西我就有时候跟参叔讲说，其实我们就是算了，当做没看到，我们就是发表我们的想法而已，因为这种东西你真的想一想也对不完，太多了，是的，然后就让大家当做学中文的材料就好了。不过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做个整理好了啊，我们刚刚说了几个词汇，大叔们选出一个你最在意的，就是外国人说这个你真的会不爽。不开心，很敏感的啊。好，刚刚我们说了是第一个是吃狗肉，吃狗肉。第二个眯眯眼，这个还好，眯眯眼，眯眯眼，眯眯眼只要不是那种，只要我们不眯就好了嘛，对不对？不是，就是只要他不是恶意的去就是那么表达。有一些人用一些眯眯眼的造型跟一些负面的主题结合，那当然我们会特别在意。或者是可能霸凌啊，这个霸凌这个亚裔的对小朋友啊，对，看情况，对，看情况。所以吃狗肉、眯眯眼、玻璃心，刚刚还聊了什么？没了，你这么快就总结了？没有，我们还有第二轮。这三个你们觉得你们最在意什么？就非得挑一个出来的话，我可能觉得是，要么就玻璃心吧，就说好像中国人什么都听不得，说一下你怎么了就崩溃了怎么了？我们就不能有自己真实的反应吗？玻璃心，那变叔你我还好，这三个都没有让我不舒服啊。可能有时候可能会唱衰中国这种，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吧就是不是就是感觉就是像我看 LinkedIn 啊，或者是看一些账户，就是有一些人他只发负面的中国的信息，对，他就是为批评而批评，对，就是无论发什么样的文章，就都是批评，或者比如说
比如说前一阵就是可能中国有很多是真的，就是中国发生了几起比较零散的这个用刀来袭击这对个对，日本的路人的这个对，然后有人就会做一个把中国的地图拿出来，然后把这几个发生在不同省份的这些事情，然后就标志在那儿，然后就给大家一个印象，觉得中国每天都在发生这种用刀这种捅人的，好像对，好像那种特别频繁、特别这个不安全的那种感觉。是的，那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做一个地图，故意的去给大家营造这种印象，我觉得就是会特别而不是分析为什么会可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或者是去深挖一下后面的因素什么的，可能我就觉得对会玻璃心吧，就是有而且呢，有人会特别因为反对中国。可能媒体渲染或怎么样，他会无限上纲，就是上纲上线，对，什么都是不好的这样子，是的，然后就故意就是确实有不好的方面，但是可能他截取的点就是非常负面的那一方面，而不去考虑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啊。对，你说再好的社会都有很多恶性事件呀，每天肯定都有发生啊。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什么事坏事都没有发生？而且其实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激怒你，他就是激怒你，他就很爽，就很开心。所以有的人的目的是为了激怒你，对，所以他会挑特别会让你生气的敏感的字眼或词汇。其实我也知道，就是台湾的朋友可能对一些词语很不舒服，就是大陆的网民有些时候成天会用一个形象来代替台湾，对，就是青蛙，所以可能。是吗？这个我没听过，你没听过吗？没听过青蛙，我也没听过。就是青蛙是怎么回事？说你们台湾是井底之蛙嘛？会或者叫你说弯弯，其实这两个方式，对。现在我们要开启了互相没有，因为茶叔可以代表我们这边嘛，台湾对，所以我个人听到会有点不开心的字眼是弯弯。对，因为什么呢？就是弯弯听起来就是很有贬义的感觉，对，娘娘腔的感觉，好像那个嘲讽的，是不是？对，就是也有一点，好，这个词也有点娘娘腔的感觉。对，然后特别是大陆的这个网友来留言的时候，你们弯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用弯弯通常也会加上一些负面的话题或表达，所以你看久了就会对弯弯这个词汇有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不舒服。就我听了我也不喜欢，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就不是在一起了，就好像你好像就是键盘侠或酸民来，也是来嘲弄我们的感觉。所以看到弯弯，我其实不喜欢，我非常不喜欢。当然啦，因为通常那种就是两岸在互相互对的时候，就会有这些词汇，像我们会说支那国，我们就互对说支那国或支语，我们就说大陆的中文是支语、支那语，就是其实这种冲突都是互对来的，就是激化来的，就是越激那个字眼会越难听。这个我倒没听过，不过另外一个词可能很多海外的华人也特别喜欢用，就是小粉红。说大陆的那个年轻人都是小粉红，这个让人觉得也又不舒服。这个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点了，就是我稍微说一下什么，就别人就其实无限上纲呢，觉得你在维护中国共产党啊等等，其实只是在说一些就是实际的情况而已，国家的状况而已。对，所以以台湾来讲，像最近马龙有来台湾，对，马英九有。前总统马英九有，马龙是世界冠军，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对，他就带了一堆大学生来台湾来参访，那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在一次的采访中，有一位女大学生说：“我们这个祖国，这个中国台北得到了这个就是世界杯棒球赛的冠军，我们要恭喜他。”然后网络炸翻了。炸翻了，因为我们政府就是民进党，他也加入了这个这个爆炸性的话题，因为他抓住机会嘛。是。我个人觉得 ，OK， 因为我们在台湾说中华台北，对。然后我们听到中国台北就会爆炸，就不开心。是的。那
再加上政府去激化，所以这个话题就你看到每一个那个留言，你就会觉得看不下去，就是都是在吵架。然后以我个人来说，可能你在大陆的称呼就是中国台北，对，大陆就是这样称呼的。那个女大学生是用她习惯的方式讲，是的。那在台湾我们说中华台北，那 OK 啊，就每个就是一个东西各自表述，就这样而已。是的，我个人是无所谓，但是有人会在这个名词上就开始有爆炸性的讨论，互相攻击，然后甚至升级到政治层面去。所以就是有时候这种敏感的东西其实是经过政治的炒作来的，特别是两岸之间会有这样的现象。是的，然后像那个刘德华前一阵在台湾开演唱会就唱了一首中国人，中国人，对不对？然后这首歌好像还是台湾那个创作的，对吧？那是我们创作的歌啊，然后是刘德华唱，结果就很多人在骂说为什么要来在台湾唱中国人这首歌。但是它是一个很经典的歌，他基本上他成名的时候他也唱这首，所以对，那个时候那首歌其实是卖得很好的。对呀，对，而且还是台湾的作词拿出来写的，对吧？那因为我们这几年来都是民进党执政嘛，民进党就是很强调本土主义，所以大家现在像我们这一次这个棒球队出去，应该是开开心心的，但是有非常多人在吵，这个是台湾队还是中华台北队？为了这个吵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吵过，但是你会发现这几年大家会为了名称这种东西吵到你死我活，然后就忘记了最原始的东西，我们要为他们加油啊！对，我们要团结呀！为什么我们只是为了一个名词去吵得好像我们是敌人一样？但是有时候这是政治的利益导致的，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就是这样，很多东西敏感话题都是升级到政治层面去了。然后现在就变得我个人认为是很无意义的东西了。你吵了还是这样啊？因为政府就是吵而已啊，政府没有任何的因应做法，他就是要希望你们吵而已啊。对啊，那如果你认为名称有问题，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做法？你也没有啊。所以就是大家都是在名词上去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已，或者是吵开心的、吵爽的而已。这个事件过了，再也没有人记得你上个礼拜吵什么了。所以我觉得是很没有意义的东西了。就是你人生中一定有更多值得，这个土地上一定有更多值得你去关心的话题，比这个名词问题更重要。那你是真的关心，还是你是随波逐流，随着媒体去起舞，去在意？那这个土地上真正重要的东西，你在意吗？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搞错重点了，去在意很多自己应该在意却自己没有去重视的东西，然后可能导致自己更加的情绪激动，然后更加的不知道是非，更加的不晓得我们现在应该更重视的是什么。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茶叔，你这样就很难吸引来黑红的流量，你知道吗？茶叔已经被归为小粉红了啊，我无所谓啊，同路党，我个人中华同路党。对，我跟你讲，就算有同学骂我是什么中共同路人，中共同路党，或者是什么你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中国人啦什么的，我跟你讲，我这方面我完全不在意。你怎么说我心如止水，我完全不理你。你是你，我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你说什么是你的事，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不管底下有多少人骂我，我也毫不在意，我也不会去回你，因为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认为这方面我内心是很强大的，我完全不介意。你要说什么，你要怎么骂，你就随便你骂。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只要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内心够强大，这种东西基本上你就是当做过往云烟，没事，这也没什么。对，所以我是完全不在意这个事情的。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吧，就是这个也挺严肃的这么一个话题，
就是很多国外的朋友可能，我是觉得这个不知道是刻板印象还是有真实的依据哦。很多人觉得你俩比较小啊，你先笑了，我忍不住。很多人你说很多人其实好像我觉得在这个姓氏上对中国人是有就是个歧视啊。姓氏男人吗？中国人对，觉得嗯东亚人啊，整体可能在生殖器上会比较小一点点啊，相对欧美人小鸡鸡比较小，是吧？比如说我对着你说你鸡鸡小，你会有被冒犯的感觉吗？你在问变叔，我在问你，问我吗？就是蔡叔对我很有信心吗？没有信心，有胸毛的人应该没有胸毛的人应该没问题。哦，对哈，就是如果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的鸡鸡很小，我不会生气啊，就是我会觉得关你屁事，我鸡鸡小关你什么事？是，对我不会在意。对，蔡叔，我是觉得蔡叔你会在意吗？好，变叔说，因为我是觉得我自己不太在意啊。第一，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依据吧？我没有查，但是可能吧，可能会有，也应该有一些根据科学统计的，对啊，就是我们可能通过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个差距可能被无限的扩大了，因为有一些电影里边就是刻意的去开这种不太好的玩笑，或者是这个在一些这种比如说脱口秀表演里边，然后可能会用手势来表达，或者是讲笑话来表达，这个就加深了大家那个刻板印象，就是把这个差距无限的给扩大了。但是我觉得有依据，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对，但我不会被冒犯。其实要科学的角度，对科学的角度看来，就是因为我们可能都看过一些日本的动作片，还有这个欧美的动作片，没有看过，肯定年轻人现在没有看过，因为已经不沉迷于此。就是通过对比而言，确实好像觉得欧美的人会更大一点点。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涉及一定的这个自卑心理，就是中国男人他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比如说我要和一个欧美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他们会对比，是不是觉得我们太小了？是不是我们相对，比如说你之前有欧美的男朋友，会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太小了，我不能满足你，会有这种自卑的心理。我是觉得在这个层面上可能是有一些会，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啊，怎么这么快就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出卖了一个高中同学对，没关系，我常常出卖高中同学，没关系。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是他就是去那个酒吧，然后就是对，然后就是就是年轻人嘛，都喜欢去狂欢。那他就是遇到一个外国女生，那他们就是看对眼了，然后他们晚上就是回到他家去，然后就发生了那件事情。然后后来那个了，那后来他们就是在一起没有几个月就分手了。但是分手的原因是我那个同学他自己提的，他对那个女外国人提说，我觉得我不能满足你，所以他觉得的确是有那方面的差异，所以会不能够满足对方，他自己都感觉到，所以他就主动的提出分手了。他是觉得自己不能满足对方，不能满足那个我知道女的对那个外国人女朋友，所以他是自己提出分手的。那应该为什么自己提出分手呢？应该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就像灿叔说的，就可能有种自卑感、自卑的心理，就觉得是我能力不足，我没有办法去满足他，所以他们就分手了。那这是个人的问题，还是整个这个民族的问题呢？我觉得应该个人问题也有。个人问题可能时间太短了，而且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可能如果你要长期交往，这也会是个问题吧？对不对？对。我们讲的好隐晦，果然中国人，对，对呀，不太很难聊下去的话题，很难聊的感觉，很难聊下去的话题，对呀，对，
但是我觉得那就很勇敢的三个大叔，我们聊不要脸这了，都个话题，反正不要从脸了，男性的角度来对剖析，所以呢，下次呢，你遇到中国人的时候我们的确会对有些词汇跟字眼会有一点在意。对，其实还是要看对方是不是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可以了解为什么你聊这个，但是我们心里还是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如果你希望这一次的聊天是愉快的，是让彼此舒服的，我也建议各位同学尽量不要去提到这些词汇，因为这些词汇本身就带有贬义的意思所以就尽量避免吧。然后我觉得大家学习中文嘛所以当然是希望我们用让人家舒服的语言去跟对方交流沟通所以我们今天呢这次播客也希望大家了解一下中国人对什么字眼会比较敏感一点好，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拜拜。